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16期。今天呢，我又要来谈工资了。今天这期呢，其实是填上我自己之前挖的坑，因为我做过2期关于英国工资的节目，一期是介绍英国薪资的基本状况，各个阶层它的收入差距跟具体的数字，还有一期呢是介绍英国的毕业生它的起薪比较，哪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呢涨薪会比较快。但是前面这2期提到的大部分的职位啊，它都是需要大学学历来作为敲门砖的。或者说呢，如果你是欧盟以外的居民，你也需要有 Tier 2的工签，你才能够留在英国。但是今天这一期呢，我针对的是没有大学学历，但是你持有的签证呢，允许你在英国找短期或者是长期的工作。Hello, welcome to the United Kingdom. 本人呢，真的是摸了自己的良心，精挑细选了几项英国蓝领职业当中的优质 Top 5。简而言之呢，就是门槛比较低，又常见，但是呢又需要一丢丢的技能。胡说八道。好吧，是需要你专业的技能。Gonna go to Mississippi. Gonna see Miss Eliza. Gonna go to Mississippi. 这些职业呢，收入不仅能够让你养家糊口，如果你成为当中的佼佼者的话呢，年薪也是可以突破10万英镑的。那你快点分享啊！不要着急，请先让我讲一下在英国有没有大学学历，它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。如果我们看就业率数据呢，没有读大学的人，他的就业率数据目前是 73.3%， 这其实是低于那些拥有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文凭的人。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读大学在英国你就不好找工作，因为这当中呢有 20.6% 的人他就没有在找工作。这个背后呢其实是英国的社会经济问题造成的，我们以后再详细的去聊。差别2，在经济的收入上呢，总体上来看呢还是稍微低一些的。如果我们从长长的一生来看，没读大学的女性呢，她比读了大学的女性一生要少赚25万英镑，而男性呢要少赚17万英镑。如果从短期来看呢，比方说21到30岁这个年龄段，没有读大学的人呢，他的年收入中位数确实要低一些，是 1.9 万英镑一年，比大学毕业生的年收入中位数呢要低了6000英镑。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一个大学毕业生他要偿还自己的学生贷款，每年还9000镑，还有包括工资虽然比较高，但是税呢也比较高，把这些都考虑进去的话呢，其实2者之间的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。Oh, goodbye student loan payments. 人往高处走，钱往多了赚，哪一些是比较有前景的蓝领职业选择呢？在 Top 5的工作推荐之前呢，我又有几句货真价实的心灵鸡汤要送给各位。一个就是呢，我今天提到的全部的工作都是有扎实的历史数据显示，只要你努力、经验丰富，你真的可以达到年收入6位数以上的。还有就是呢，这些工作全部都需要在职的职业培训，它需要英国的 GCSE， 就是中学文凭吧，香港的 DSE 或者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 O-Level、A-Level 成绩呢也是被认可的。还有贴心如我呢，绝对不介绍那些需要大量当地知识的工作，比方说狱警、消防员、军人，甚至是警察，这些显然 local 更具有优势。One day, honest citizens are gonna stand up to you crooked cops. They are. 以下就是我真诚推荐的年薪可达6位数的靠技术吃饭的蓝领工作 Top 5。Number 1， 空中交通的管制人员。这个工作呢是为了确保所有的航班进行顺利的起飞跟降落。它的起薪呢是17000英镑加上奖金，培训时间呢是1年到1年半的时间。要求呢，你年满18岁，然后你具有 GCSE 的中学文凭，5门课及格就可以。如果你顺利的入选，进入到了这个培训阶段，你的薪水就可以变成了2.3万英镑一年。3年之后拿到执照呢，你的薪水就会变成4万英镑。那经验丰富的呢，是可以达到10万英镑每年的。申请地址在这里。Number 2， 房地产经纪人。这个行业里的高薪呢，可以达到5到10万英镑一年，上不封顶。培训生的起薪呢是12000到16000英镑一年，这只是基本的，你还会有成交之后的佣金，所以一年的薪水差不多可以达到24000到3万英镑之间。进入这个行业呢，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资格证书，你可能唯一需要的就是一本驾照。提醒大家的是呢，不用担心自己的语言英文是否足够的好、足够的标准，因为英国的房地产行业它是对全世界的投资者敞开大门的，所以它也需要有不同的语言、不同跨国背景的人来服务不同的客户。Number 3， 电工。在英国呢，这是一个高需求的工作。在英国挣 7.5 万英镑一年的电工呢，非常的常见，而且挣10万英镑的机会也非常的多。最主要是当我们提到高薪的蓝领职业的时候，英国的媒体总是喜欢把他们推到镜头的前面。比方说这一位。It's like you're not going to earn 150,000 just by
showing up to a site at 8 o'clock. You got to put a lot of hard work in. 那怎么成为电工呢？一种方法是呢，你可以进入到大公司申请 NVQ 获得学徒资格。通常这种大型的电力公司啊，它会为你支付这个课程费用，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学徒期。学徒期的薪水差不多是1年14000，然后还有一些佣金。学徒期结束以后，如果你成为初级的电工，你的1年的年薪可以达到25000英镑。BBC 介绍了这种年薪10万的呢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出来做老板的。Number 4。管道修理工，他们的平均年薪呢是4.29万英镑，每小时的时薪呢是20英镑。其实以 ONS， 也就是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呢，他们当中的高薪族比前面提到的电工挣的还要多。而这个工种呢，它的职业技能的需求也是比较高的。进入这一行呢，如果你想要获得更高的薪水，你就需要攻读像工程焊接、管道工程的2级文凭，或者是建筑服务工程的3级文凭。攻读上面的这些文凭呢，它的入门的学历要求也是中学文凭，然后你的攻读时间差不多是6个月到3年不等。Number 5， 铁路服务的相关职业，比方说像火车还有电车的司机，他的平均年薪呢是5.65万英镑，起薪是2.2万英镑1年。铁路系统呢还有一些工作，比方铁路运输操作员，他的工作呢是协助司机呢操作火车，还有操作交通信号以及轨道交通的运行。还有铁路维修师，那这些工作呢，它的年薪都是在4万英镑往上。这些职业啊，其实跟前面提到的空中交通的管制员的流程很像，你需要有一个职业培训的技能实践，或者是你进入到一些公司，进入到学徒培训期。铁路系统的不同的岗位，它要求你2到3级的这个职业技能的文凭也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进入的门槛呢，都只需要中学的文凭。有一些岗位呢，比方说像司机，他可能要求你具备有良好的听力跟视力。然后坦白讲，像铁路系统的这些工作呢，这几年都比较吃香的，竞争一直都很激烈。以上呢，就是我觉得在英国的蓝领工作当中值得推荐、有一定的技能要求、收入稳中前进的 Top 5。虽然不需要高学历，但还是需要投入时间跟金钱的成本。让我们一起用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吧。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, toil, tears and sweat. 在英国美好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秘诀之一就是订阅我，了解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资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，记得点赞跟分享，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。下期见，拜拜。